不知道的，然后这是我小朋友说，至少有个叫所谓的。我们的那个培训会议是9点15分开始，然后因为还有其他人没有进来，大家稍等几分钟，稍等几分钟。
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跟投屏的屏幕吗？可以的话，大家在聊天会议里面打一下，打个一，看一下能不能听到。OK，可以是吧？行，我们再等1分钟吧，9点15分，因为我们是9点15分开始的。好，现在是9点15分，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第一阶段的一个会议啊，我是今天给大家去讲解我们这次 AI 设计工厂的一个大家后期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根据这个 AI 施工厂的话去跟我们去提问也可以，就是我们会后。然后的话，上午第一阶段培训的话是分两部分，一部分的话是用 PPT 的形式给大家去讲解一下我们怎么去使用我们这个 AI 的一个设计工厂，然后去怎么去操作。然后第二步的话是我们会拿一个实际案例去实操一下，然后给大家去讲一下。好，那我是这次的一个培训老师啊，我是邱志力 Gary，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后面的话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去问我啊。那我们开始的话先看一下什么是 AI 设计工厂，然后 AI 设计工厂是什么，然后怎么去使用啊？我们是通过两个 PPT 前期去给大家去讲解一下。那首先的话，我们是先看一下 AI 施工厂的一些具体的流程跟操作。那我们是从2023年之后开始，然后我们是基于我们整个很多这种产品库啊，包括我们那些几个比较大的6大生活方式，然后去打通了我们很多这种户型设计的一些驱动性的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在前期的话，也是用设计工厂的话，去帮助我们很多客户包括前端的一个加盟商也好，设计师就是解决了很多他们在销售跟设计方面的一些痛点。那其中的话，我们会发现它有很多痛点的话，是第一个就是可能前期店面的一个设计师不是很多，或者说设计师不是很专业，然后在接触到我们的一些两尺客户之后呢，那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为了客户进店啊比较赶时间，然后导致我们方案是做的比较差的，我们的出资乱造的这种形式。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你不知道客户的这些预算的话，是你量完尺，然后做完方案之后，发现客户预算本来是5万块钱的，你后面做出来是8万9万啊，可能会远远超出客户预算，导致了很多客户的话是不成交这种情况。那其次第三点的话，就是没有很多这种效果图设计上一些亮点，导致客户觉得方案平平啊，就没有什么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然后导致也是不成交啊。那第四个的话就是可能你只是针对于我们设计师只是做方案，然后但是其实客户的沟通维系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也是可能前期的话，你只是做我们的设计方案，导致了很多这种前期的客户维系的关系的话会比较差，可能沟通的会比较少，也是。所以我们结合这4个比较重要的痛点化，所以我们是推出了一个AI 设计工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操作模式，也是我们集团的话重点在推进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吧。那其中的话是有4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其中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事先是通过 AI 是工厂可以做到是什么？就是先销售后设计啊，就是基本上只要你客户前期啊，然后2到尺或者说前期进店了，那我们可以
通过 AI 施工厂快速的给了客户一个非常快的这种设计的一个方案。那前期你就可以收一部分的一个设计的定金，然后后面的话你就提交到我们那个施工厂。那其中第二个变化的话，就是客户只需要有户型图，就可以给到我们做设计啊，不需要说哦，我们还要去量完尺之后再做方案，就是节省了这部分的一个时间，然后也是可以快速的，就是让客户看到，哎，通过户型图转化出来的一个设计方案的一个效果。那后面的话也可以确定好方案之后，然后再去复制一些尺寸去进行微调。那第三个话就是可以的话去随心的话去给客户去搭配它的一些，特别是比较重要的像厨房的水电啊，包括我们的一个客餐厅的一些电位的一个布局，那也可以比较快速的去给客户去进行一个调整。那第四个话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这种设计，然后快速的话把我们一些很多这种意向客户比较高的一些去进行我们的一个设计啊，以及我们产品上的一个搭配，以及最终化是可以通过我们快速的一个设计啊这样的一个形式，可以更多的把一些我们设计师也好、销售好一些精力放在我们客户的维系上面啊，这样子的话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客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验。那这个是我们 AI 施工厂的话能够带给我们加盟商的一些前端业务上的一些变化啊。那我们也有一些很大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通过一个武汉是武汉那边的一个自营团队，然后通过这种 AI 施工厂也是能够快速的去成交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客户。那他是通过了一个2个月时间提交75套这样一个楼盘的这样的模板方案，然后也是快速的成交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前期客户没有去量尺当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做这样的一个前期的一个设计。那我们先通过 PPT 形式，然后告诉你们 设计工厂大概是如何去下单的啊。稍后的话，我们也会用第二 part 去给他去讲一下怎么去实操一下，通过我们的一个形式。那其中的话，它提交话也是一样的啊，其实很快，大概是十几分钟时间，你就可以去操作啊。其实是分3部分去进行一个提交的。第一部分的话是通过我们的一个K20的一个平台，然后的话是在我们的一个前端去把一个布局图给做好，然后之后的话是通过一些就是我们 K20里面的话每个空间的布局。然后的话再把一些需求提交上去之后，然后可以快速的话给到我们 HI 工厂的话去进行一个设计跟审核，包括最终的话它会出现什么，就是呃全套的效果图以及产品的一个报价清单，以及最终它会给到你 K0的一个我们叫 XBB 的一个文件，然后这文件的话就是可以让你比较快的话，就是你如果你觉得有些需要调整的话，你可以打你的场景文件去2次报价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它的一个操作流程的话是分为这个3个操作，第一个就是你去前期如果客户有户型图的话，你可以通过导入户型图的形式，然后把我们的一个卧室、客餐厅以及厨房、卫生间这些空间给做出来，然后之后它就会通过我们的一个信息选项化去选择我们相应的一些匹配客户需求这些风格也好，包括产品信息也好通过然后去进行一个我们方案的一些需求的一个内容的产品的选择去选项，之后的话就是直接提交到我们的一个设计工厂就可以了。那它会出现我们就是后期的一个全套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效果图，以及我们最终的一个全部的一个报价，之后的话也会把我们的一个 K0的原文件，然后去给到我们。那可能有一些话是需要说，哎，我有一些场景，然后需要一些更加精确的一些沟通，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
一些订单的一些详情，然后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个备注选项里面去选择我们相应的一个需求点，然后可以通过附件形式附图到我们的一个K20的后台。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前端的一个 AI 工厂知道，哎，我们的你们的设计的需求大概是客户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他是做什么风格的，包括需要做哎，比如说电视柜。做满墙的，还是说只要地柜，还是说地柜吊柜结合的这种形式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备注形式啊，稍后也会给大家操作之后去讲一下。那我们大概话通过 PPT 啊，我给大家去说一下。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 K20里面，它有个导入户型图之后，那在我们的一个左侧有个布局选项。那点完布局之后，其实在我们的一个正上方有个设计工厂的内容。那我们点进去之后呢，它就会出现就是新建订单的一个选项啊，新建订单选项。那我们直接在里面话去点击新建订单之后。啊，那它就会出现，你在前面选择订单之后，它就会让你选择相应的一些填写客户信息啊，包括一些大致一些产品的一些内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对应的一个产品空间，然后去进行下单了啊。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操作。那我们中间化环节的话，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客户的一些信息啊，比如说你客户的一些预算，大致要知道一下，那你可以选择相应的一个从我们的6大生活的一个方式里面去进行选择啊，它是单身贵族啊，还是二人世界，还是我们的一个家庭夜境，就是说它是第一个是有没有小孩，还是说是只有两夫妻，然后还是说单身，还是说是3代同堂的一个形式，就是说有老人有小孩，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个夫妻啊这样的一个形式，可以选择相应的一个不同的户型，然后以及它的一个平方数啊，那可以同步我们的一个定制预算，也可以相应的填在我们的一个后台里面，让后端的一个设计工厂的人员知道我们的一个产品需要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款式，包括相应的一个预算这一块。那之后的话，它就是可以在我们的一个最终场景里面选择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些主流的设计的一个风格的一些款式选择，比如说它要比较简单一些，然后的话就是说清爽一些，你可以让它选择莫兰迪青雨这种啊，这种绿色搭配这种白色跟灰色的这样一个搭配。如果它颜色要比较深一点的话，你可以选择我们的云山秘境啊，一些产品，它不管是从轻奢、北欧到我们中式、法式跟美式相应的风格的话，都是可以去进行选择的。如果你想要更精确一些的话，一些门把的款式，比如说你已经给客户看过相应的我们的一些产品一些图册，也可以让他去选择我们相应的产品，在我们的下面的门板选项。包括最终的一个每个空间它有什么风格，就是我前面有刚刚讲到过的。如果你在选择的时候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上方啊去选择你每个空间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款式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电视柜，对吧？那需要做你也想要做满墙的这种电视柜，还是说这种对称式的，还是说这种组合式的啊，或者这种一字形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如果这些款式的话，可以相应选择，包括鞋柜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的。那最后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个性化需求里面去补充我们相应的一个空间需求点啊。你可以上传我们相应的一些，比如说客户有一些在小红书也好，包括 TikTok 也好啊，看到一些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个风格，有这种参考图片、效果图，可以给到我们，然后你通过我们的一个上传附件里面去上传我们的一个参考图片，然后摄像图。让我们后端的一个 AI 设计工厂的人员知道，哎，我们大概是要做成这样的一个款式的，那么它也会相应的结合你的参考图，然后去进行我们的一个整个空间的一个设计跟搭配。那最终的话，也是相应的一些风格的一些定位，包括一些产品的话，也可以通过单空间的选择的话，去定位你的每个空间不同的一个风格的一些系列。比如说你的卧室要做这种一个奶油风的，那你的客餐厅你想做法式的啊，都是没问题的，可以通过这种单空间的选择啊，去调节你的整个风格的一个产品的一些
门板颜色、柜身颜色以及整体的一个硬装的一些搭配。那你确认完所有这些之后的话，就直接去进行提交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我们大致通过 PPT 的形式去操作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最终的话，你在产品里面全部做好之后，那你等大概是几天时间之后，它就会在我们的一个同样的在布局 AI 设计工厂里面去找到你的客户的一些信息。那它会在这里会有几个状态的。那前期你刚提交的时候，它就会呃变成一个待审核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待审核，然后拆单指派中审核通过，设计中已交付，那是跟我们的正常的订单下单流程是一样的。那最终话已交付环节之后，你就可以看到 AI 设计工厂出来的这种效果图以及报价单，还有最终的一个 K20的场景文件可以在我们的一个详情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最终的一个产品的一些信息了那其中的话要注意一下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产品里面有一些这种选项的一些布局规范，那可以保证你去更精确的还原到你想要做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时候，最好能够通过刚刚说的一些这种上传参考图片，以及我们去备注客户相应的信息，去做更好的这种一个产品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把握。那可以在我们的一个需求备注里面，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去备注你的户型图里面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款式的。要么比如说你想主卧卧室它有一些这种选择性的一个选择，比如说衣柜延伸到梳妆台，然后书房的话，衣柜延伸书桌包括儿童房的话是外侧做边柜，床尾书桌书柜这样的一个结合，你可以通过文字形式去进行重点的一个备注。那还有一些话就是你在户型图绘制的时候的话，你可能有一些话是需要打通两个不同的空间的，那你去在做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最好的话是不要用那个门洞形式去做，那要通过是什么？就是两个墙体这种门柱的形式就是两个这种墙体的结构的话，是尽量去打通的效果去建我们的一个墙垛。或者用柱子跟墙垛去代替，而不是门洞。这样子的话是空间上选择的话会更好一些，那整体的效果的话也会更加的一个直观美观一些这个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的话就是这是第一个 PPT，那最终的话你可以看到它AI 设计工厂出来一个效果图的一些选择的话，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它这种一个整体这种云杉秘境的一个风格的一个客餐厅的这个风格搭配包括一些这种奶油风的这些都是 AI 设计工厂出来的一个效果图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搭配的一个效果看一下那个主卧室的一些这种比较偏法式一些风格的这种搭配的看一下这种就风格款式很多，那最主要的话是需要你们去把一些需求的话去给予清楚，那么它出来的效果的话也会尽量还原到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你可以看一下，包括一些长辈房的一个效果搭配，以及像儿童房的一些产品。有简单的，然后也有一些童真的，有一些这种比较素雅的这种白色搭配这种木纹色的这种一个搭配。然后这是第一个 PPT，那我们看完第二个 PPT 之后，我们讲一下第二个 PPT 的内容是关于，稍等一下，我们打开第二个 PPT。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PPT 的话，是关于 AI 设计工厂提交一些技巧我们刚刚说到了是怎么去精确的一个把我们的需求，然后告诉我们的一个设计工厂的一些后端的人员，让他知道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具体需要怎么做怎么搭配，怎么设计
那我们第一个刚刚也有说到，就是可以在我们的一个毛坯房里面的一个户径图里面啊，去还原的时候去做我们的一个场景上的一个备注啊，这个是第一个操作，大家可以就是把我们那些重点需求在上面去备注清楚，然后完整的平面布局，然后一些各空间的一些需要怎么做的需求，用一句话的形式去备注清楚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想要做一些比较精确的一些设计的时候，是吧？那你可以通过这种文字上的叙述啊，达到了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每个空间啊，大概怎么做，做成什么样的款式的时候，可以在上面去进行一个文字上的一个叙述啊。你看，这里就是它的一些要求上的一个搭配，它最终出来一个效果的话，就是能够满足到我们设计师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然后包括说此位置做一个餐边斗柜啊，上半部分是做抽屉，高度做到窗台以下，那么它的一个设计出来的一个柜子，那就会结合我们的一个文字上的一个备注去做好啊，包括左边预留65公分的空调位啊，相应的一个设计上就能够体现出来了。这个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尺寸要求的一些具体能够量化出来的文字，然后话去标注在上面，那出来效果的话就能够比较好的一个体现出来了。那还有的话就是在我们那些里面，你可以通过这种参考图形式啊，参考图形式，然后去附在我们相应的一个产品里面。比如说它左侧，它就是通过附图的形式，在我们的一个左边是它可能是找了一个网上的一些图片啊，说要做成这样的一个效果的，那你可以附图，然后把两种图附上去，然后告诉他这个位置是要做成什么样的一个效果的，那相应的一个设计就会通过这个去，基本上是100%去可以还原得到了啊。包括一些上传一些线框图的一个形式啊，一些这种搭配参考图跟需求备注形式，以及视频上的搭配，然后风格上的一个选择啊，也是可以通过这些附图形式去进行参考的啊。那其实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在上传一个参考图片的款式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那你尽量话可以把一些场景的一些实际案例，包括一些图片稍微高清一点的图片，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一个附图后台，那么让他们知道，哎，你的这些需求点大概是要做成什么样的一个款式的啊？尽量用1到2句话去进行备注，不要用太多的文字啊去标注你每个空间的一些需求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需求，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把我们的一个场景以及附图啊需要做成的一个款式去进行上传到我们的一个附件选项啊。然后基本操作就是，哎，你前期画户型，然后做布局，以及最终的一个提交我们的一个需求，这样一个3个步骤啊。然后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是有国内一些案例的一些选择跟选项的啊，其中是第一个啊，可能前期的提交设计工厂的人员啊，可能备注可能太简单，然后也没有什么参考图的一个附件去给到我们那个 AI 设计工厂去做一个参考。当然，最终的效果的话，其实还原出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搭配，可能没有满足到前端的一些需求，因为你没有太多的一些这种需求上备注，人家也是根据常规的这种设计的操作去做搭配跟选择。那其中有备注好之后的一些选择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第二个一个就是有一些详细的需求以及相应的一个产品之后，那它出来的图，包括视频的选择，包括整体的风格搭配，那就是跟之前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啊。所以的话，我们在前期上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保证我们的一个图的一个需求点尽量精确啊，以及有相应的一个附图给到我们那个前端的 AI 设计工厂的人员的
去参考。我觉得这样的话能够更加保证我们的一个方案出来的一个质量。看一下，这个是他们的一些整体出来之后的一些图片的一个效果啊。那我们刚刚说的是，它是有几步可以去操作的啊。第一个的话，你可以去单独截出来你这个空间想要做成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的，比如说你是否要加背景墙，然后是否需要做相应的柜子，然后通过这种线框图形式，然后文字去备注也是没问题的啊。然后这个是第一个操作，你可以通过比较简单的这种文字，然后这种框选形式去进行选择跟搭配。那你也可以刚刚说到了，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这些需求点去进行更好的一个备注，也是没问题的啊。那还有的话，如果是你们只有一些这种参考的一个附图的情况下，那可以在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操作是有一些CAD 啊，如果你只是有一些 CAD 的话，也是可以通过 CAD 的一个截图啊，告诉我们那个 AI 设计工厂你想要做成什么那个款式的，那可以通过上传我们的 CAD 的附图，然后通过这种文字的一个备注，然后告诉他我要做这个位置的唱片柜，我要做成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包括尺寸什么的，你都备注上去之后，那出来的效果的话就是能够尽量还原了。啊，包括一些这种卧室的一些，就如果比较复杂的，然后客户要求比较高的，那你们可以通过这种 CAD 的形式也是没问题的，有 CAD 或者一些这种参考附图的形式啊，能够尽量还原到客户的一些比较精确的一些需求点啊。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刚通过这种 PPT 的形式啊，然后快速的话给大家过一遍我们的一个 AI 设计工厂的一些操作。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用我们的一个软件，然后快速给大家去操作一遍，然后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去操作我们的 AI 设计工厂。那首先的话，我们就是要登录到我们的一个 K20的账号啊，K20的账号。那点开 K20账号之后呢，那我们就一样的在我们的新增客户里面去选择我们相应的一个客户的一些款式啊，比如说我们选择设计工厂，然后把电话输入进去，然后你就得到了一个这种客户的信息了啊，然后点进去之后呢，就是一样的在新建场景。那新建场景的时候的话，我们刚刚有讲到，是吧？如果你前期没有量尺，然后没有尺寸，那最好的话能够让客户提供我们相应的一个户型图。那我们可以通过导入户型图的形式的话，快速的话识别到我们的一个整个一个场景的一些尺寸，包括相应的模型。那么我就会拿一个案例啊，给大家去参考一下。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去提交过设计工厂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案例啊，然后给大家去做一个演示。那客户前期化是提供有这种平面图的一个它这个客户化是一共是有3层别墅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那就是从我们的一个1楼、2楼以及我们3楼，那它都有相应的一个平面图以及相应的一个布局上的一个要求。那我们就拿其中一个平面图去做一个举例啊，那我们就把相应刚刚是客户提供的 PDF，然后直接导入到我们的户型图里面啊，给大家去实操一下，可能大家会更加的一个清晰一些啊。然后找到我们客户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平面图，刚刚我们说的是吧？平面图我们可以找到其中一款啊，我们用2楼的一个平面图的户型图去进行一个识别。那我们截取相应的一个空间，全部的话是要带有一个尺寸的，不然的话你的尺寸的识别话，到时候会容易不精准，是要有一个尺寸的，这个是户型图的一个要求啊。那点击上传之后呢，它有个比例尺的一个选项，比例尺选项，那我们就截取我们其中一节我们的一个
尺寸，比如说我们这个3919，那我们直接把两个点交点之间，在我们这个平图里面去选择 A，那它直接就通过 AI 的一个软件，直接就识别到这个尺寸是3919的一个尺寸了。那我们直接点击智能识别，然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带有尺寸啊，以及一个墙体，以及我们的一个门洞结构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了啊。那我们再去优化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户型图的一些尺寸啊，把一些多余的，因为它可能自动识别出来之后，有一些话是多余的一些这种墙体，好，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快速的一个优化啊，把一些多余的一些去做一个删减啊，看我们可以把一些多余的一些墙体尺寸做一删减。好，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2楼卧室的一个空间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主卧室是吧，master bedroom，它已经是显示出来了。然后衣帽间的选项，那么我们同样的话是在里面话去把一些空间的一些选项话去选择到位。比如说它这个位置其实是个衣帽间的啊，我们就选择我们衣帽间的一个选项，主卧啊，客餐厅。然后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客卧啊，选择客卧，然后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儿童房的啊，选择儿童房选项啊，ghost bedroom 那个女儿房。那选择这些之后呢，我们注意一下要去进行一个保存啊，保存到我们的一个空间里面，设计选择设计工厂。那么我们这个场景基本上的话就是保存完整了。那我们做完这一步之后，我们第二步操作是什么？就是要把它的一个空间的布局啊，因为你要把你的布局全部布上去，然后让他知道你这空间大概是要做哪些柜子，然后哪些定制产品。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主卧，那你这里它的平面布局里面，如果是有这种床头柜以及书桌，然后一些款式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布局里面去直接去进行编辑啊。那在我们的左侧里面啊，它有个布局选项啊，布局选项可以把我们那些空间需求直接放上去。比如说我们的卧室，那肯定要先放一个床，对吧？点击床体，看床，然后床头柜，对吧？然后放两个床头柜上去，然后相应的一些书桌啊，你可以往下拉的话是有一些书房的空间的啊，一些书桌、书柜啊，也是可以上面去进一个附图，直接啊剪辑书桌、书柜都是没问题的，可以去进行选择啊。书桌啊，比如说一个转角书桌，这个位置是转角书桌，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啊转角书桌，然后再把相应的尺寸啊给它选择大一些，然后选择相应的一个尺寸，然后就快速的把这个主卧的给布置出来了，是吧？包括你客卧的也是一样的，是吧？然后客卧，然后可以选择我们先把衣柜放上去，你看没有？这里有个衣柜选项，然后把我们衣柜放上去，然后衣柜放上去，这多余就删掉它。衣柜，然后一样的是吧？放我们的床，可以选择1米5的是吧？1米5单床，然后通过去调节它尺寸，然后还有相应的一个书房啊、书桌的一些类型。可以快速的就把它你整个空间，包括客餐厅也是一样的，是吧？我们就选择客厅，然后选择沙发啊，这个位置是客厅的一个位置嘛，然后选择我们相应的一个沙发，如果是要带转角的，就选择带龟背的沙发，然后调整方向。
单人沙发是吧？也可以去进行选择。或者的话，你在有个组合里面，也可以去选择家居组合，然后也可以，如果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可以直接选择组合里面找到我们对应的一个空间的，直接这样放上去也可以。那布置完这些之后呢，那我们就刚刚说的，哎，整个布局已经布置完了，是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点布局之后，在正上方这个位置是有个设计工厂的，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位置。之后呢，就是谈到了我们刚刚那个 PPT 里面显示的我们有个设计工厂的一个订单的一个选项直接选择我们新建订单新建订单，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需要做的一些空间给框选出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设计工厂的一个选项，我们先把这些删掉，那你就得到了这个几个房间的一个平面图。那我们点击设计工厂，然后新增订单，然后之后的话，你要做哪个空间？比如说你要做3个卧室的你可以把它框选出来，然后跟我们的一个主卧、客餐厅的一个选项，我们先不选先选主卧，然后我们的一个衣帽间的一个选项，然后我们点击我们下一步。那它到这里的话，它就会去识别你提交这个订单的空间，那我们就弹出了这个界面弹出这个界面就把相应的一些信息稍微完善一下就可以了这些的话我们可以随便去填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填我们的一个公司的，都是没问题的然后你可以把一些信息去完善，比如说你房屋单价你可以去做一个选择，比如说你5万的一个单价，然后客户名字大概选一下比如说是陈先生是吧？然后一些信息的话，你可以稍微大概编辑一下，这些都是没问题。比如说你现在是4口之家，然后2个男孩，一个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然后老人啊，这样的一个6口之家的一个形式，包括他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去进行选择。刚刚说的，我们是有个6大生活方式就是客户的话是一个带有小孩的，我们叫伴侣同行，还是说是2人世界的，然后只有2夫妻刚结婚还是说家成业就，已经是有小孩都挺大了包括一个活力长辈，就是3代同堂有老人有小孩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去进行一个相应的选择。你选择不同的一个生活方式，它有相应的一个价格区间可以去进行选择。那你可以把你想要的一些价格区间，比如说它的预算是偏高的你可以选择48800的这种类似这种款式的都是没问题的。那选择这个之后呢，我们往下拉，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刚刚我们PPT 有讲到的，你的客户的一些人物的一个描述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一些客户需求的一些信息在上面去做一个文字上的一个描述你描述的更加精准一点的话，你后期出来的一个方案刚刚有讲到是会更加的准确的更加准确的。那之后呢，你可以把客户想要的一些心理预算，然后在上面的话去进行一个选择，比如说客户的一个预算是8万、5万还是10万或者是多少钱呢？你可以在上面去进行一个备注。那相应的一个定制预算跟配套的话，我们叫成品家具成品家具预算是多少钱？然后大概去填写一下之后的话，你可以选择就是如果要预算优先的话，就是会前期我们设计工厂就会根据你的一个预算需求，会尽量的话会给你简化我们整个一个定制归类的一些产品，包括配套产品选择上也会给你尽量简化一些的如果你是效果图优先的话，那它就会结合你的实际情况的话，会给你做的尽量好看、充实，然后美观一些这样的一个产品那刚刚我们有讲到了这边的话，也可以选择我们相应的一个风格的一个选项你可以看到这里可以，你要选择现代风、中古风轻奢风、北欧风这些选项，我们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一个我们的一个至上光年的一个选择之后，然后你可以看到下面的话会有一些这种选择了，这里就不要选择快速提交了，是吧？然后
里面有可以选择的一个产品，包括门板跟柜身的一些风格的一个颜色啊，你可以比如说你要做一些浅色调的啊，门板选择里面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个浅色系都是没问题的，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这个，然后搭配我们珐琅白的一个柜身啊，宣布纹啊，这些进行选择都是没问题的。那其实最终的话，你下面有个空间细化的一个选项，就是你每个空间的一个选择的时候的话，可以细化你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设计啊。那你在这里的话，可以选择到一些什么，就是你的门板颜色、柜身颜色，然后门板需要平板还是造型的啊？这里包括我们那些拉手选择，明装拉手还是斜接拉手啊？这些选项啊，我们把一些基本信息先完善之后，对吧？那么它就会全屋地砖啊，通过所有空间。那你把一些你想要一些具体需求啊，你需要地砖木地板，然后你的墙面是要主敲漆还是用墙砖墙布啊，这些风格同步到所有空间之后呢，它会有个单空间细化的一个选项啊，你们可以看到，你往下拉之后，它有个单空间细化，比如说你每个空间啊，主卧啊，你想要做衣柜的一个款式是要独立衣柜，还是转角衣柜，还是带有一个衣帽间的一个选项，都是可以去进行选择的。啊，那其实我刚刚那个客户啊，其实他是有一些参考示意图给了我们的啊，参考示意图给了我们的。那我们可以在最后面在这里的话去选择上传我们的附件啊，我们可以给你看一下，其实，在客户前期的时候的话是给到我们一些这种参考图的，比如说它的一个呃主卧室电视柜的一个选择啊，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是想要做成这种款式的一个电视柜啊。那么我们最终的话呈现出来效果的话，这个是我们设计工厂出来一个图，就是能够符合到它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图片。啊，包括我们刚刚说的一个主卧室的空间也是一样的啊，就是，然后这个是客户的给到我们的一个参考图，然后我们后面还原出来的话是设计工厂还原出来的图片的话是这种形式的，大家可以去进行对比一下啊，这个是图片是参考图片，然后这个是后面出来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效果。就是90%以上的话都是能够符合到客户的一些预期，包括客户想要做成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一个图片啊。那么我们就是可以在哪里去上传？就是在这里有个上传附件里面啊，去进行一个上传我们的一个客户想要做的这样一个参考图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它有个主卧室，对吧？然后可以点击，然后直接上传到我们里面。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它相应的一个这些款式啊。如果你是想要做独立衣柜，还是这种一个衣帽间啊，在上面的话都是可以去进行选择的，包括床头柜的一个选择，需要做成品的这种单独的床头柜，还是跟我们的一个衣柜做结合的啊，就有非常多的一个选项给了我们，包括床，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个定制床，就是跟我们的门板、柜身颜色可以做一个匹配的。还有一个就是成品床啊，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皮床啊，或者是我们的板式床啊，这种成品的。然后你可以结合这个，在每个空间里面去选择我们相应的一个个性化一个需求啊，比如说刚刚说到是吧？你可以打一个文字，就是说客户啊，比如说主卧室需要1米8成品床，成品床1米是吧？然后还可以选择是吧？比如说其他一些需求啊，然后独立的床头柜加背景墙带灯啊，你可以通过这些话去进行备注，然后带可售的背景墙，然后包括一些门板，你可以选择，哎，你要说用一门到顶的，还是说是这种
独立式的，分开的，上面是开门，下面是这种上下开门的这种一个结合的，然后你可以上传我们风格款式。那么每个空间，如果你想要不同风格的话，你可以在风格修改里面把我们最开始全部的这种风格系列去做个调整比如说你卧室你就想做奶油风的你可以选择奶油风的一个风格款式那你这个卧室它就会最终会给你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奶油风的一个系列包括门板的一个选择是吧？如果你知道一些门板款式的一个名称，那你可以在上面备注上去一些细节每个空间都是一样的是吧？儿童房是吧？一些选择，因为你每个空间都有备注你的一个空间的一些名称，比如说你是主卧、儿童房、客卧还是衣帽间，那么它都会给到你不同的一个选择的比如说你的是客户是衣帽间的一个空间，那你里面有选择全封闭式的，还是半开放式的，还是全开放式的一个衣帽间你可以同样的。上次客户也是有给到我们这些参考图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参考图片上传上去，然后你看这张图片就是前期客户给了我们的一个参考图，那么我们最终呈现出来效果的话，就是它这个是一个七字形的一个衣帽间，那么做的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能够符合到客户的一些预期包括中间的一个玻璃，给你们看到这个是客户参考图的玻璃，然后在我们那个图片里面的话也能够体现出来有个玻璃门的一个设计，然后结合这种上下组合这种衣柜啊，然后同样呢也是一样的，在我们的这里去上传附件里面把衣帽间的一个选择上传上去，那么它就会结合我们这个去做一个设计搭配了，包括你可以把一些你想要体现出来的一个设计，用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说一个 L 型的衣帽间是吧？然后门板做平板，需要一组玻璃门板，对吧？不做开放式，然后你就可以把客户的一些需求的一个选项在上面去做一个调整，然后同样的，在风格选项里面，如果你想要不做你最开始选择那个风格系列，那你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去把我们想要的一个风格化，通过我们的一个更换风格形式去做一个调整。比如说你现在的衣帽间的风格想要做一些其他的不同的一个风格系列的，那么你可以在上面的话去进行选择，都是没问题的。可以看一下不同的风格你也可以做这种星河流沙的这种比较深色系的这种衣帽间也是没问题的。然后搭配的一个门板颜色，同样的话是可以做一个调整，比如说你现在地砖要做木地板，然后也可以选择做木地板的一个款项。那么最终你全部都编辑好了之后呢，那你就可以选择我们最终的一个确认提交的一个环节了，就是提交完之后，那它就是会走我们前面的一个整套流程了就是他们会有个审核，然后审核通过，然后最终的话就是在设计中的一个环节，最终你可以在我们的一个这个新建订单里面能够找到我们的一个，就是也同样的，你在点击 K20之后呢，选择我们布局选项，然后在我们的设计工厂选项里面，在这个位置，如果你刚刚提交上去之后，你就会有一个客户信息在上面去做显示了你可以把你的楼盘信息、客户名称，然后信息放在上面去。然后审核通过之后，它状态里面的话就有一个已交付，然后你可以点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设计工厂的一个图片了因为我这个是打开一下给你看一下，大概是怎么样去找到我们的一个选项的我登录另外一个账号，稍等一下。
然后我们刚刚如果是已经是提交那个之后呢，其中你在我们的一个选择里面，你就可以找到我们设计工厂的一个场景了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是怎么找到的，在布局里面点击设计工厂啊，这些就是我们之前有提交过到给设计工厂的一个图片啊，就是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账号登录进去之后，就能够找到我们的一个 AI 设计工厂了。然后它只要在状态里面选择已交付的，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场景跟需求了。因为我刚刚提交话是我们的一个2楼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找一下。看一下，这个是我之前提交的一个，就是我刚刚演示的这个平面图的一个场景，那它就会把我们那个儿童房的主卧、客餐厅啊，以及衣帽间的一个风格全部给做出来了啊，全部给做出来了。做出来之后呢，其实是在我们的一个里面的话，就能够找到我们对应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效果图啊，可以找我们对应的风格效果图里面。看，他就把我们这个设计好的一个方案给做好了，包括儿童房的一些选择。最终的话，我们是在效果图里面的话，你能够看到我们所有的空间的一个效果图的搭配啊，可以看一下。刚刚是主卧的是吧？主卧的刚刚的一个选择，哦，包括衣帽间的，刚刚说衣帽间的选项啊，还有一些儿童房客卧。那你们点击你们的一个客户的一个选项信息之后啊，点到你之前提交的设计工厂的一个选项，那它里面的话是可以把你所有的一个户型图，因为我上次是提交了3个不同的一个楼层的，因为一个设计工厂的话，它是能够最多的话是提交100个方的一个空间的，所以你空间的话，如果是超过100方，那你要分成2个不同的一个这种场景去提交上传。那我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刚刚上次提交完之后呢，也发现就是它的一个卧室跟它的一个2楼、3楼，它其实我是分开上传的，因为它2楼空间比较大。然后的话是做好之后呢，会发现就是它的一些卫生间，然后包括一些这种客餐厅，它可能超过100个方了，所以我是分开了2个不同的一个尺寸的平面图，然后去进行上传，这样子的话也是没问题的啊。你可以看一下，我是通过这个客餐厅、卫生间，然后是上传了一个，然后之后呢话是其实是刚刚看到了一个卫生间的一个选项，是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的啊，这个空间里面的，因为这个空间的话是提交了3个卧房跟一个客餐厅，那卫生间的话它是超过100方，所以我把这个3个卫生间是上传到我们刚刚另外一个户型里面的啊。那么最终的话，它就会把所有的一个这种效果图啊、报价单以及我们场景文件全部上传到我们的后台里面的。所以这个就是客户后面最终出来的一个效果，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有参考图片，然后结合它的一个 AI 设计工厂的一个图片的一个结合啊，然后有这个图片可以给大家去参考一下。那这个图片就刚刚我们前面说的是客户提供的参考图啊，就是中间的话就是电视柜的一个选项啊，中间是一组的一个电视吊柜，然后左右两侧的话是一个开放格，中间的话是有这种一个背景墙的，然后还有旁边的话还有这种组合的高柜。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后面我们设计工厂做出来的一个还原图片。基本上的话，只要你的图片是要求就是完全一样去还原的话，那么我们出来的图片也是能够还原的出来的啊。这个是 AI 设计工厂出来的一个电视柜的啊，看一下，这个是它的电视柜的一个图片，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的啊，这是图，这个是测试图的一个角度。那包括一个客卧的。
啊，这个是客房的房间，左边的话是衣柜，然后床头柜的组合。那么它出来图的话也是能够还原得到的，就是衣柜、床头柜这样一个组合形式啊，包括一些客户提供的门厅柜啊，想要做成这种比较分层这种间隔的，然后镂空的加灯带这种一个结合形式，那么后面出来的图片也是能够还原得到的啊，包括地台啊，包括它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到顶的一个悬空柜，然后这边的话是镂空的一个开放柜，看一下这个是客户的一个参考图，然后这个是后面出来这个实际的一个案例图啊。包括这个是他的一个女儿房的一个空间。那么它出来空间的话，背景墙有些话是复杂，如果是我们完成不了的话，它就会结合它的一个实际情况去做，因为它这个可能有点奇怪，然后有点复杂的，然后它做的时候的话，就会结合这种形式做的会比较简单一些啊。这个背景墙如果是实在是软件的话，完成起来比较难的时候，它就会做的稍微替换这种稍微简单一些的啊，这个你们也要去稍微注意一下啊。包括衣柜的一个选项，就是刚刚看到的这边有组衣柜嘛，是吧？啊，这个是衣柜的一个选择，都是平板门呐、然后这种隐形拉手的一个选择啊。这个是另外一侧的一个房间的，看，包括卫生间也是一样，是吧？这个就是客户提供的卫生间的一个参考图片。那么我们后面还原出来的话，也是基本上能够符合客户的一些需求的啊。这个是主卧的衣帽间的啊，刚看到这个是主卧衣帽间的啊，出来的图片，看这个是另外一侧的，就是主卧床头的一个选项啊，然后后面出来的图，然后这些话就是设计工厂刚刚的一个操作一些步骤，跟我们一些案例的一些分享啊，然后我们是从9点15分开始的，然后现在也是10点15分了，也想看一下大家话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关于我们这个 AI 工厂的，然后有疑问的话，大家也可以开麦，然后我们去讨论一下。然后我给大家几分钟时间，然后我们可以就刚刚我讲到这趴内容的话，大家去讨论一下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呢？也可以打在我们的聊天对话框里面，都是没问题的啊。或者是直接开麦，然后现场去提问也可以。我们给大家几分钟时间吧，然后可以有个提问环节。大家现在能听到我声音吗？声音跟麦克风都能听到的话，我们在聊天对话框里面打个六，好不好？可以吗？哦，大家都能听到是吧？然后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呗，就是刚刚我前面提到的一些设计工厂的一个提交方式啊，包括操作流程，包括一些细则啊，有没有什么没有听明白的，或者说不太清楚的地方啊？看一下。哦，有个人在问，就是怎么样去平面图导入，用 PDF 去导入到我们的一个文件是吧？首先你要把 PDF 的文件，然后的话是先我给大家再操作一遍啊，就是刚刚的一个操作啊，我们重新投屏一下啊，稍等一下，我重新投屏一下啊，我给大家大概操作一下，它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流程啊？第一步的话，这个不是客户给到我们的一个PDF 的一个文件嘛，是吧？PDF 文件，那我们就
通过这个 PDF 文件的话去截出来它需要的一个空间，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是它的一个2楼的是吧？一个 PDF 的一个虚文件，我们截出来一个 PNG 也好，就是把那个图片给截出来，放到我们桌面，那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平面图的这种图片是吧？那我们就直接在上面去操作啊，我们直接新建一个客户啊，新建客户在我们的一个里面啊，找到户型啊，左边有个户型，导入户型图选项，然后再找到我们刚刚截图的那个文件啊，找到刚截图那文件，然后把它框好，然后点击上传之后呢，通过比例尺，你看可以通过比例尺去找到我们的一个这个选项啊，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这个选项，旋转一下这个图片，图片稍微旋转一下，好，把那个图片旋转带有这个尺寸的。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在上面的话去把我们的一个户型，然后直接导入户型图。我们再操作一遍，点击我们的一个图信息，然后点击新建场景，导入户型图，然后上传，然后找到一个尺寸是吧？找了尺寸，然后我们就光选住它，把那尺寸输到相应的一个尺寸上去。比如说它这里是3919，就选择3919，点击智能识别。那么就得到了一个我们刚看到的一个平面图的一个文件生成，然后直接话去做优化调整就可以了，把一些空间尺寸是吧，调整到你想要的一些尺寸就行了，把一些相应的尺寸没有用的是吧，去删掉，然后把一些墙面墙体啊是吧，去优化好就可以了。CAD 导入的话，也可以，如果你用 CAD 导入的话，也是找到我们对应的一个 CAD 的一个平面图片，然后的话直接导入我们 CAD 的款式，然后只能上传 DWG 的空间。就是你的 CAD 里面的话，最好的话是只有一个这种户型图，不要有很多个，比如说又有立面图，有这种剖面图，有这种大样图，你删到只有一个平面布局图之后。然后你再上传到我们的一个 DWG，然后这里会有个导入 CAD 一个选项啊，同样是能够导入进去的啊。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哦？除开这个我刚刚看有人在聊天对话框发那2个问题之外，刚刚说的一个是怎么通过这种 PDF 的一个文件，然后导入到我们的一个护城图里面，然后还有一个是说怎么用 CAD 导入的啊。大家后续培训完之后的话，可以去自己去操作一下啊。如果是有操作不明白的地方的话，也可以去问我们啊，这个都是没问题的。然后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我印象中。这样。哦，刚刚还有一个其他问题说，挑高的客厅的话，墙面怎么建模？这个涉及到就是建模问题了。你如果对建模不懂的话，你稍后的话可以私聊我们，然后我们去给你去解答，好吧？因为这次只是说怎么样使用我们的一个那个 AI 设计工厂的一个操作嘛，因为也不打扰大家培训了，好吧？好，那现在是10点19分，然后大家如果没什么其他问题的话，然后我们上午的一个上半部分的培训就结束了，好吧？然后因为我们稍后还有一个第二部分的培训，然后因为刚刚大家也培训了有1个小时，然后我们休息10分钟左右，好不好？就是我们10点30分开始我们第二部分，是由我们另外一个我们的培训老师给大家去培训我们的第二个板块的内容，好吧？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一下10分钟，我们10点30分之后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二部分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培训，好吧？那我们上半部分的培训就结束了啊，大家有问题后续的话也可以直接找我们，然后我们给大家去进行解答，好不好？那我们就先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我们稍后十点三十分，好，休息10分钟，10点30分之后，我们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上半部分的一个培训啊，好，谢谢大家啊，那大家可以去稍後去稍微休息一下啊。喂，誒，早晨，可以，嗯嗯，可能咧，但係佢哋啲樹皮嘅話係比較薄噶嘛，好似零點
对啊，
喂，你好，大家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Hello，好的好的，现在10点半了，我们现在来进行第二部分的工程讲解。我是今天的主讲人，大家可以叫我 Steven。然后我们今天讲的主要内容是 K 魔方这个模块，还有一个想给大家分享一下的一个琢磨一下这个模块，所以主要是这个 K 魔方和琢磨一下这两个模块。首先我们来嗯看一下 K 魔方的这个主要的界面。首先我们开始我们进入到这个软件界面之后，点击这个单画房间，我们先画一个小房间，然后为它设置一个类型，我们属之为客餐厅嘛。好的，然后现在我们点击定制，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K 魔方，然后我们点击进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K 魔方的主要界面。这会，我们来看一下一次的，看一下这个每个目录有什么那样的东西。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推荐这个区域精品魔方，这里的一些类型都是我们集团的研发人员他们自己专门设计的类型的柜子啊，然后上传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详细的细节，然后可以看到一些价格，比如说鞋柜啊、衣柜啊、啊阳台柜啊、餐边柜啊，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看的、很精选的一些产品，大家可以直接在这里看的。然后我们进入到这里面之后，如果想要有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产品的话，点击它，然后可以直接调用到自己的场景来使用。然后这是2D 的，我们点击这个3D，再点击漫游，就可以进入到房间的里面，然后来观看。比如说这一个产品，我想要做这个产品，然后我可以点击它，然后放到自己的场景来使用。呃，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鞋柜。对于这个鞋柜，大家可以看到右侧这个宽度，我们可以在这里调节输入尺寸。比如说，我想要调节这个1450的尺寸，我不太满意，我想调节一个1600的。然后它这个整体，它不只是单个，是整体的一个状态都会给我们自动的调节。当然，因为这是一个整体。如果说我们想单独调节这里面单独的某个柜子或者说柜门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一整个模型之后，点击解组，然后我们会看到每一个模型呢，都已经为我们自动打闪了。像这个类型的装饰模型啊，我们也可以选原机。然后这个位置我们也可以选机，然后我们看到这里的参数和之前我们看到的参数是不太一样的，这里会见到很多的一些可以调节左侧板啊、右侧板一些参数，都可以这里调节这是一些装饰的，我们先来清空一下。好的，我们现在讲解的这个推荐模块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些客餐厅，这些都是专门一些也是一些研发人员或者说其他的设计师上传的产品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看到其他的一些产品。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放大镜的效果，我们只要鼠标悬浮到这里，可以看到这些产品的详细页面，比如说这个设计员是谁啊，然后他有上传哪些数量在他的主页。假如说我们对这个设计师很喜欢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关注，进入他的主页去查看他的其他的产品。
另外的，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这是设计师对他的产品上传的一些详细图片，我们也可以点击这个图片，然后来观看它，然后这里是它的产品，就是这个设计作品的名字，或者它的 ID。这个应用呢，代表的意思是，其他人对他这个设计的产品的应用，外加收藏的人数，然后这里有一个参考价格和投影面积。这里的宽度是指的是它这个产品整一个能够变化的范围和深度和高度，所以这就是一个大致的。然后这里的热点呢，指的是我们就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井号键加上一个标题，就可以相当于这里面所有的产品都是跟这个热点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当然它还可以添加一些其他的热点，专题也是一个类似的情况。我们在这里都和之前的产品可以一样，点击可以使用。这些可能有时候是会因为这些报出你可以看到，因为它之前这些是一些呃设计师上传的产品之后，因为我们的集团的软件的门板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调节，所以导致这些门板没办法使用。我们点击之后可以对门板给它单独的进行修改，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不是个大问题。好，这些就是一个基本的界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的目录下去寻找自己想要的一个或者说喜欢的一个产品。然后这个模块其实想要给大家表达的主要的作用就是，这个模块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只是一个起到灵感作用。假如说我们要画一个房间，我们目前没有什么头绪，或者说没有一个好的产品，我们可以点击这里黑魔方来看一下其他人的一些设计建议或者说设计灵感。我们可以调用出来之后，啊、假如说我们的这个产品只是喜欢它一部分，只喜欢它这个柜子，或者说它这些装饰我不太喜欢，我也可以删掉，然后让它变为自己的东西来使用。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作用，也就是一个。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完成了这个介绍完了这个黑魔方的调取作用，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作为一个基本的设计师，我们来为其他的用户或者说其他设计师分享一下自己的 K 魔方，它是如何制作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看到这里有个制作魔方，这个模块的入口呢，就是我们要制作一个 K 魔方，然后上传到这里，然后其他的用户设计师呢就可以点到这个 K 魔方，然后通过搜索或者说我们的暗号热点或者说名字或者是设计师主页都可以找到。然后现在我们来开始我们的 K 魔方制作吧。我们首先制作 K 魔方，首先我们要在自己的场景中布置一些我们自己的设计产品我们可以先先大致点击一个柜子作为例子吧，然后我现在点击一个3列地柜和一个吊柜吧，当然这里是没有门板的，你们自己也可以是选择门板，只不过我没有选择门板而已。好的，我们现在只是我作为主要的一个讲解，并没有很详细的为它这个设计内容，我们可以为它自动装饰一下一些东西，点击自动饰品，可以直接点击一些啊，没有讲到主要的设计。好，这个是一个我们设计的一个小产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吊柜，然后一个鞋柜，然后里面有一些装饰的饰品。然后呢，这就是我们一个
大致的主要的一个现在我们设计的一个产品。我们现在点击制作这个 K 魔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鼠标下方会有一个提示 Ctrl 框选，按住 Ctrl，然后就会看到一个鼠标左键点击之后拉动之后，看到一个矩形的方框，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框选这一整个我们设计的产品。然后我们现在框选之后，产品就会变成绿色，所有的产品就会变绿色。它没有框选了之后就会没变成绿色，大家可以看，大家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如果说我们现在继续按照它的提示，右键确定的话，我们就只能上传这一个 K 魔方的产品，所以这个上传不了，所以我们要大家看到你自己的意向，我们可以选择只上传一个，或者说多个。好，右键确定之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提示界面，这就会右下角就会有一个 K 魔方制作的一个信息填写。首先我们要填写它的名称，好，我这个名称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加一个测试，然后我们这个目录，这是它的第一目录、第二目录和第三目录、第四目录。大家如果细致观察的话，可以发现这些目录刚好对应的是那些K 魔方进去推进页面下面的那一批的一些目录，所以只要我们点击了这些对应的目录，我们的产品就会上传到K 魔方那些对应的目录下。所以第一目录我们是没办法修改的，只能是 K 魔方。然后第二目录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自己觉得符合的一些标题或者目录定进去。我们就现在就随便选一个客餐厅吧。这也是这些目录，这三级目录呢，这些指的是客餐厅下的一些目录，电视柜客餐柜美餐厅门厅柜我们就点个门厅柜吧。然后我们就点一个递柜加吊柜。好，我们目录设置完之后，我们现在要设置热点。这些热点呢，其实就是现在大家比如说现在产品流行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软件流行的系统柜二汤柜积木魔方这些，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里是你们自己的一个暗号，是不是？现在就是假如说我们自己有一个设计师小组，我们就是想给小组看，然后呢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暗号，让大家方便查到。我就设计一个暗号，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的暗号是我的名字，我的英文名，然后我们是井号键加上一串标题，然后我们点击确定。好，这个热点就设计好了。这样我们后面就会展示这个热点如何为大家搜索。同样的，我们这里有个设计理念，这些就是你给你产品的介绍，比如说我们现在我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你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呀？你的设计方向是什么？或者说你想用于什么？这些都可以写在这里这些都是可以写在这里，都给其他设计师来看的我现在就主要一个测试的，我给大家演示一个。然后这里呢，就是按比例拉伸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一种整体，它可以在那里输入一个指缝之后，整体就会拉伸了。然后部分尺的锁定呢，我们可以看到点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鼠标放到这里的这个我们场景中，它对应的柜子就会变化，因为这里的柜体编号在我们软件中就是会指代唯一的这个产品。所以说，我们当它鼠标选择到这里的时候，场景中的产品对应的产品就会变成绿色。我会看到我们已经指代的是这个产品，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调节这个宽度可变或者高度可变，来对我们这个产品的内容进行一些自己的设计。就是如果说我们调节的不可变，然后其他人在调用的使用中，这个产品就是不能变的这个宽度，所以我们现在暂时先调至可变。这个瞬时间旋转是调用之后的旋转，我们先设置为0就好了。
好，现在主要还有一个这里预览图。这个预览图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封面图是我们系统自动给我们渲染好的，大家可以看到也是比较的简单明亮，但是我们也是可以上传一些自己的图片，比如说呃我们如果说有一个自己设计就是渲染好的一些作品渲染图就比如说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图片太简单了，我们觉得不能表达自己详细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渲染的功能下将它渲染之后，我们保存到自己的电脑上，然后点击这个上传图片，可以看到一些桌面上在文件下找到一些之后点击上传就可以了。对，当然，我们这里点击一下是可以刷新的，就比如说我们上传图片弄错了呀，或者怎样，这个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刷新。然后这里是一些其他的，这是封面图、详情图，就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不是我带一点演示一下，先取消。看这些详情图，因为这些我们点开看个产品，这就是一个封面图，对吧？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系统为我们设置好的封面图，就是我们差不多可以理解为就是这样一个基础的渲染，基础的一个截图上传到那上面了。然后这些呢都是其他人已经为自己上传的是自己已经渲染好的作品，就大家看到非常精美。然后后面的呢这些都是这些配件其他的有什么做产品然后这些其他的还有一些详细页面就是那些详情图。所以按照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可以渲染一下。小小的渲染一下。当然，我看这个作品比较的简单，就算渲染之后，可能也不是一个非常精美的作品。好，我们先看图片已经渲染好了，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下载。好，先渲染好了，我们大概是在下载进度这里，好吧，就在这吧。我们来重新执行一下我们刚才的操作。框选之后右键确定，然后依次的填接目录，我们先上传到自己想要上传的图片，下载 Steven。好，这样我们就已经封面图已经上传好了，然后这个详情图还给大家自己单独的去渲染或者说产品都可以上传到这里。假如说我们这个上传错了，我们点击这个再去重新截图的话，系统就会返回到原始的简单的那一个产品图给我们。所以这也是一个防止我们做错的一个不喜欢的，我可以试一下，点确定。我们可以默认这个语音拉伸也是挺好的，所以我们默认设置这个，然后点确定之后，
然后看到这提示 K 魔方制作完成，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已经系统为我们上传到这个 K 魔方的界面里面来找一找。我们直接明了的话，找到它的话，我们直接点击我们的魔方，可以看到这里，这是我们的魔方。这个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自己的一个产品，小的产品库。我们设计好的产品可以直接上这里，然后方便我们以后假如说我们要做相同的设计啊、类似的设计啊、快速的调取，方便我们提高我们工作效率。这是我们的主页，这一般应该指的是我们的账号名称，所以我们的账号名是什么，这里应该就会是什么。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粉丝啊、收藏、关注啊、应用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假如说我们的作品被别人很喜欢的话，别人就会关注我们，对吧？就会有一些粉丝，这里就会有些数量我们可以看到。好的，这些是我们的关注，就是我们关注别人之后的一些设计师都可以在这里关注到。行对，这是第一个。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假如说其他人要这个找的话，我们现在已经上传了，但是我们只能在目前看来好像我们只能在这个 K 魔方我的魔方里面才能看到我自己上传的产品。假如说别人来搜的话，应该要如何要找到我这个上传产品呢？可以在这里一个搜索关键字，我们来搜索我刚刚上传的，看到没有？这个是我之前测试的，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刚刚上传的，是不是？一样可以调节使用，对吧？这也是很快的。当然，我们如果说知道一些详细的，如果说知道这个产品的目录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找，因为我们刚才定义了产品目录的2级目录、3级目录1级目录你可以看到第1级目录这里 K 魔方，对吧？然后2级目录是客餐厅，然后3级目录是门厅魔柜门厅柜魔方，然后4级梯柜和神递柜和吊柜，我们再去找一下，可能会有点多，有点麻烦。这里只是向大家演示一下。如果大家觉得筛选的很麻烦的话，我们得点击一下这里我的魔方，这里就会筛选一下，在这个页面下我是我的魔方的那个产品。你看到 Steven Test 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封面图，像是详细页面这里都还可以自己设计上传。然后总音量就可以明显看到，现在已经有3个人来应用我的这个产品了，或者说我刚刚自己点击了，也是我自己来应用的这些价格、这些投影面积这基本都是系统为我们已经设置好了的。然后这些宽度这些也是基本上系统就会自动的，设置好一些详细页面可以查看。它主要的逻辑是根据你这个单独的柜子它的范围和这个范围总体的几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大家也其实不用担心它这个是设置多少多少，其实一个只要自动上传这个系统就会能够自动设置好这个宽度和深度的高度范围不会让它起就是变化特别奇怪。然后我们现在调用出来之后，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我们的 K 魔方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置柜门设置材料拉手当然这里是没有门板跟拉手的，所以同样我们可以设置一些门板或者说五金或者说拉篮灶台一些之类的一些产品，可以同样的模型放在这里可以快速的批量调用嘛。对，这就是一个主要的K 魔方的一个操作流程。然后我们现在再继续讲解一下其他的一些小细节的 K 魔方，来依次讲解一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客餐厅吧，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这个账号吧，这个账号应该是这个账号是我们集团的一个大佬研发的，就是可以说他今天设计的产品都会
非常的精美，然后我们非常喜欢它。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就可以非常现在喜欢他这个作品，我们就直接点出关注他，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关注，这就会有一个设计师的一个主页，进入的入口。同样的，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小的一个团队或者说一个公司，我们可以相互关注其他的一些人的作品我们可以直接进去看，然后就会非常的方便，就不用我们再进去去暗号搜索对吧？谁设计了，我们就可以直接这里进去主页，然后就把它调用，这些它设计都很精美可以就只可以调用。当然这些我们调用的可能实际情况，我们调用了之后的产品可能没办法使用，就可能刚刚好，我们觉得很精美，但是我们的实际场景中可能不是很符合要求我们还是可以作为一个灵感来使用啊，将它调入到自己的场景中，然后来自己进行一些调节，然后就会转化为自己的一个设计产品，对吧？嗯，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个关注就是我们的关注对象。然后这些呢，就是我们一些刚才我说的那些热点然后我们假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用这个热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到啊一些很火爆的热点，比如说这个23系统柜是目前最火爆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卧门里面客餐厅里面一些系统柜，就可以看到一些跟它关联的一些这些其他设计师产品。配套都会作为一个设计灵感。当然，只要是我的应用或者说这些在我们这个页面下，太多了，太繁杂了，我们都看不过来，就可以直接筛选一下。比如说，我们就是想要一个电视柜1800然后我们深度是600，然后我们高度假如说就随便设置一个1900。哎，我们可以看到系统就直接在那个范围内看，在这个范围内符合的所有的产品自动为我们一个筛选。假如说看到自己喜欢的可以直接去调用。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综合推荐研发推荐这些都是一些也是一些跟这些筛选的一些快速的入口。最近上架然后将它排序一下价格最高的价格最低的然后最多人用的这些都是。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目录下找到一些其他的产品。好的，这就是大致的全部的一个 K 魔方的一个操作流程，基本上就是这些，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私人或者说自己一个小团队里面来使用，作为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要讲下面一趴的这个琢磨一下。这个琢磨一下，其实我们可以和 K 魔方进行一个联动。琢磨一下呢，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就假如说我们现在，因为它这个设计的这个功能设计出来的理念呢，也是和 K 魔方一样，就是想为设计师提供一个灵感。就假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个这样一个空白的墙面，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很难就目前一个我们想要有一个好的设计产品，可能很难有一个很完美的。也不是能达到我们满意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墙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个琢磨一下，这里一个琢磨一下，其实是2个入口，
一个是快捷操作，一个是位置功能所在入口。所以说我们在看到这个墙面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琢磨一下，然后看到鼠标可以先看到提示，请选择墙面，然后点击这块墙，就会看到你现在这个界面已经变化了。我们可以看到车间已经这个纸就是已经目前这个墙你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长方体空间框选，然后指的就是这个区域内这个系统为你提供为这个墙面你所选择这个墙面提供了一个不错的产品。可以看到，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墙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只是单独选择的一个墙，但是我们想是在这个墙的一半或者说1/3、2/3来作为设计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些，你可以看到这些箭头来缩小它的一个空间，就缩小这么多吧。你会看到系统就会自动的为我们换成另外一个符合要求的产品，因为我们现在这里选择的是电视柜，我一般出来就会电视柜，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右边这个界面，就这个指的什么宽度深度高度这些相较于也是指的这个长方体你可以看到刚才是手动的拖动，这样是不够精准的。假如说我们要实际应用中可能要设计的比较精准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一些尺寸，来达到较为精准的目的。我们输入了宽度4000之后，那我们这个矩形框就是矩形框的宽度就这个4000。同样的，我们可以不用在这里选，在这里也可以输入，这个是宽度、深度和高度。这个它系统给你推荐的是在这个矩形框里面能够放得下的，是可以放得下的，所以它可能不一定会完全填满，所以大家也是要看情况来选择。因为它的目的也是主要为你提供一个灵感嘛，对。大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来依次讲解这个主要的界面。这个我刚才为您讲解的就是这个琢磨一下一个基础的使用的流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其他的一些设计口，我们看一下讲解一下其他有什么功能。这里一个设计空间指的就是你目前先退出一下。就先取消吧，取消它这个选择。可以看到我们一开始设计这个场景，创立这个场景之后，我们在这里不是设计它的房间类型嘛，对吧？然后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些设计空间，其实就是对应了我们那个目前我们所在的空间的一个啊类型。可以看到长辈房、儿童房、主卧、客卧这些空间。假如说我们有一个很多的空间它挑选的话，就可以自动跳转到另外空间。所以说我们这里其实也可以不用，因为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基本上我们也不会考虑那么多，我们直接会就这样点击一个墙体，然后点琢磨一下，这样就很快嘛，对吧？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自动跳转到这个空间的区域，这个墙体上。所以这个我们选择，所以这个可以就是作为了解。现在讲主要是下面这个工具栏，这个工具栏主要就是给我们来选择产品，来筛选产品。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电视柜，我们现在系统为我们自动选择的是这个电视柜魔方，因为我们现在你看到上方就有一个是 K 魔方嘛，这里所有的产品都是 K 魔方的那里面的产品。我们现在直接点击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餐边柜，系统有慢，因为产品比较多，还得筛选，还有自动给你筛选一些，你觉得这个不好看，我们可以换一个，先点击左右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点击这里左右，我们系统会我们自动选择下一个产品，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就是啊很片面的，我们只能看到一点点，感觉好像是系统，我们看不到它后面的列表一样的感觉，对吧？但是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点击模式，可以看到一些，将我们可以将这个横屏的可以看到一些后台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产品。其实这样相较于在这里选择的话，可能会更加方便一点。其实也和 K 魔方也是类比较类似的，对吧？这是挑选产品，想要取消的话，就是可以看到点击取消之后，我们就会退出了这个界面。如果我们点击确定的话，然后我们现在就会选择这个产品，然后我们的产品中就会有这样一个场景，有这样一个产品在我们场景内。所以如果说不想要的话，请指下去，我再来一遍。那我们再次进入之后，系统会默认的从我们刚一开走的一开始产品来给我们提供所以我们觉得其实相较于这个模式，我们使用的这个数位的产品模式也是一个较为不错的选择。然后下一步是外形，你可以看到这些纯吊柜地柜 L 型其实可以看到跟那个天魔方的那个目录对应的也是就是很对应的，对吧？所以还可以看到一些产品柜对吧？这些岛台柜转角目录和其实还是很对应的那些专题这些其实上都会起到一种筛选的作用。就只要这个产品带了这个标签或者是目录系统就会给你筛选一下，然后符合要求的。当然这里只会这一个要求，所以我们刚才切换的时候是切换不了，所以我们只有这一个符合要求。当然也是可能K 魔方的设计师团队只上传这一个。你像比如说我们作为这个6180六百宽的600升的2800高的这个墙面，我们也可以自己为它设计一个产品放进去，别人就可以使用，对吧？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用一个做了解一下。标签也是一样，这些都是一个筛选的作用，这些是选成这个产品，然后这些就是确认产品或者说退出，然后这个尺寸适配就会点击之后系统就会给我们符合这些尺寸的，比如说我们对它有时候就会选择一些其他的可能不符合尺寸或者尺寸不适配的，然后这个我们点击收藏，比如说我们喜欢这个产品，我们点击收藏之后可以收藏自己的产品目录里面。然后我们这个说明呢，就是跟我们 K 魔方很像，对不对？你看，就是刚才我们在 K 魔方看到的一个详细界面，参考价格产品设计师这些的。然后隐藏呢，这就是隐藏的一些饰品和家居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场景中其实是存在一些，对，先放一些家具在这里。假如说我现在放了一个柜子一个吊柜在这里，我们进入了 K 魔方，因为我们在实际的设计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可能这些其他的空间其他的位置其实摆满了我们设计的一些作品，但是呢，对于这面墙，我们又不知道有一个如何是该设计，我们想要再琢磨一下你们找取灵感的话，可能可能当你的场景中存在过多的产品之后，会阻挡你这个视线来观看，所以说这个隐藏，你可以直接隐藏，点击它。
这个功能可能会现在有一些小的问题，这没什么一个大碍，但是主要讲的还是和我刚才那个想法是类似的。后续我会这个反馈给一些反馈给研发人员看看，应该是有些小问题。好，我们不管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极速模式，极速模式是这个点选之后，因为我们要减少这些系统软件的内存消耗嘛，提高自己的计算机的算力，所以说点选这个极速模式，这里的一些比较多面的、比较影响计算力的这些视频，就直接取消掉，我们只看到这个产品的原本的样子。当然，点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视频的原本样子。好的，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主要的 K 魔方的一个全部做了 K 魔方和琢磨一下。所以说这两个模块大家可以理解为这是给你一个灵感，并不是为你一个主要设计的作用。我们的主要设计还是在23定制柜这里卫浴配套品橱柜这里来进行设计。这里只是一个为大家提供灵感的一个另外的功能。所以，假如说我们一开始设计的过程中，或者说一开始设计过程中，我们很难有头绪或者思绪来找到一个，或者说设计出一个好的布置搭配或者颜色搭配，我们都可以在这里经过 K 魔方琢磨下来查看一些或者说寻找一些灵感，又或者我们可以将 K 魔方来当做自己的一个私人的设计库，就比如说我们某一次灵感迸发，我们设计出一个自己觉得很完美、很精美的一些作品，我们都可以上传到这里在我的 K 魔方里面可以快速来调用，又或者我觉得我的作品想要提供给大家来使用，或者说我想分享给大家，都可以上传到这里。然后我们将自己的暗号或者说热点我们都可以分享给别人。然后别人只要在这里搜索，或者说进入你的设计师主页来观看，然后其实已经是一个来回的社交作用，对吧？设计师之间都可以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互动交流提高自己的设计能力。同样的，假如说我们不太喜，我们后来过程中我们觉得这个产品我们觉得已经过时了，或者自己不太喜欢了，我们再看到这里一个小编辑这里一个我们可以再可以对它进行一个2次编辑，或者将隐藏掉，将删除掉，我就将它删除掉，确定，然后现在就已经看不到这一个产品了，其他人也会看不到这个产品，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小的功能。好的，这就是一个大致的 K 魔方的全部过程。大家有没有一些我在讲过程中有一些疑问的，大家可以在这里这里我也为大家一一回答。
如果大家现在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大家可以陆续退出直播间，对自己的一个今天所上的所有课程进行一个消化，自己私底下对自己的一些啊今天所学到的知识进行一个复习，所以说现在给大家可以陆续退出了。当然，我还在这里停留10分钟，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在这里可以直接来问我。
好的，时间到了本次上午的课程大概是结束了，下午的渲染技巧还是我来为大家分享。现在我将结束这次会议谢谢大家的收听。